临近新年，蓝家人和魏家的都到了魏无羡和蓝忘机的新窝准备过年，却唯独魏无羡还不知所踪。问了蓝忘机，他也沉默着摇摇头，随即看向了电视。冠军就是中国的赛车选手魏无羡，让我们恭喜他。电视里面台上台下都是狂欢，电视机前的人却沉默的可怕。忘机，你都没了解一下无羡去哪的吗？蓝夫人一脸严肃地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哑口无言，他和魏无羡结婚才1个月，两个人婚前约法3章，双方不干涉，对外不暧昧，必要时逢场作戏。他们虽说结婚了1个月，但魏无羡待在家里的时间仅有5天，从无交代，蓝忘机也觉得没必要向自己交代。他们互不干涉，但现在面对母亲的他却什么都说不出来，也不能说。他们两个也并不是因为相爱结婚的，蓝忘机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，魏无羡是被收了各种证件，藏色威胁他要是不结婚以后就比不了赛，他才乖乖就范。结了婚的第2天，他就飞到台湾参加比赛前的训练。和蓝忘机说的话除了约法3章不超过10句。要说他们为什么会结婚，蓝夫人和藏色是好友，魏家一家一直住在国外，魏无羡一直沉迷各种各样的比赛，什么攀登，什么赛车，什么蹦极，他都要参上一脚。身前哪管身后事，忘的几日是几日，这句名言一出，就给藏色敲响了警钟。自家儿子23，恋爱没谈过，天天沉迷些有的没的，给藏色愁的。和蓝夫人打电话聊到这回事，他家儿子也一样，27天天就知道工作，作息板直到不像正常人。两位母亲一顿抱怨，觉得不能便宜了别家人，反正他俩也没喜欢的，那就来个日久生情，先婚后恋，培养培养得了，还是不便宜别家的。年轻做闺蜜，中年做亲家。蓝夫人嫩藏色，说谁中年？说谁？蓝忘机魏无羡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藏色看蓝夫人脸色不太好，上前劝了劝，别怪忘机了，肯定是我家的兔崽子不懂事，也惯了，我去给他打电话。藏色心里也不太高兴，这孩子完全就是被国外的风气给惯出来的。在美国住了20几年，自然没有怎么过春节，就算有也不隆重，就是自家人吃饭。现在回了国，魏无羡还是保持着在国外的样子，什么节日他都不过。喂，妈，看到你儿子在电视上的帅脸没？我又拿奖了，哈哈哈哈！你是不是玩疯了？明天就除夕了，你还不回来，是要给别人当儿子了吗？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比赛之后肯定有聚餐呢。美国这边还下着雪呢，我还想和他们去爬雪山呢。赶紧给我滚回来，人全都在等你，24小时内不回来，接下来的比赛你一场都不用参加了。喂，魏无羡看着被挂断的电话一阵无语，自家老妈拿捏自己的死穴真的是准到离谱。喂，不留下聚餐？不了，家里有事，你们先玩。魏无羡避开男人要上前搂他的手。OK， Happy New Year。魏无羡愣了一下，在场只有他一个中国人，他倒是没想到有人会和他说这个 Thank you。魏无羡和教练拥抱了一下，随后就去了后场换衣服，之后就去机场买机票回国。没想到来接机的人会是蓝忘机。在魏无羡心底，蓝忘机帅是帅，但是太冷了。在他前25年的人生，到现在要追逐的东西很多，除非他太无聊，不然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某一个人身上。这也是他为什么不谈恋爱、不想结婚的原因。浪费时间。他不客气地拉开副驾驶，去后面。蓝忘机冷冷的声音响起。魏无羡顿了一下，随即砰的一声把门关了回去，走到后座坐了进去。本来想补觉也没了心思。好你个蓝忘机，给我等着，副驾驶不让我坐是吧？看我以后怎么好好玷污你的副驾驶。一路无话，车子停在地下车库。魏无羡自己提着行李，也没有要帮忙的意思，直到到了家门口，蓝忘机才对他伸出了手。魏无羡不耐地啧了一声，也不客气，直接把包甩在他手上，乐呵呵地跑进家门。行啊，蓝忘机，还记得逢场作戏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小羡，这叫的谁呀？蓝夫人高兴地问。当然是叫你们了，我那两爸妈都是把我放养的，还是爸妈好，肯定是你们找我，不然我妈才不会催我回去，她巴不得我不回来，是吧？
你呀，就会哄我开心。蓝夫人被他一逗也没了脾气，没去想他过年还不回家的事情。正想说蓝忘机不够体贴，就看着蓝忘机拿着包进来了，心下一喜，儿子会主动了，看来是有进展。小宪，你上去倒时差吧，忘机你陪着上去。好嘞妈。魏无羡走到拐角，还不忘扭头对着藏色做了个鬼脸。蓝忘机跟在他后面，面色如霜的看着他的小动作。蓝夫人和藏色在沙发上唠嗑，厨房里4个男人在打点着除夕的饭菜。蓝启仁是被蓝夫人赶过去的，蓝曦臣打下手，蓝清衡和魏长泽主厨。魏无羡往他俩的大床一趟就想睡过去，却突然感觉到整个房间都蔓延着冷气，睁眼一看，好家伙！蓝忘机皱着眉直直地盯着他，被他这么一盯，魏无羡都结巴了。怎么了？去洗澡。蓝忘机的声线冷得可以跟这寒冬腊月媲美了。还有洁癖。魏无羡累得一倒头就可以睡过去，他下了赛场直接就飞回国了，精神一直在高度集中的状态，下场换衣服的时候也已经冲了澡，现在让他去洗澡是不可能了。但现在他也没精力和蓝忘机吵架，当下给蓝忘机表演一个什么叫做卷铺盖走人，把床单和被子往身上一卷，整个人往地上一滚就开始睡了。蓝忘机看着自己的床单被魏无羡卷到地上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以为魏无羡会和他理论一番，然后洗个澡再上床，没想到这个人这么直接往地上一滚就睡了，好像有点过分了。毕竟这也是他的房间，他走上前想让人睡回床上，却看到那人眼下的黑眼圈和早已睡过去的睡颜，地上都能秒睡，还睡得这么香，看来是真的累坏了。蓝忘机也不管他了，从柜子里拿出一床新的床单铺好就下了楼。忘机，小宪睡了。你怎么不上去哄着？你们新婚夫妇的也不多陪陪他。陪着。蓝忘机可忘不了他们结婚第一晚睡到半夜被魏无羡踹下床的场景，一脚命中他的腰，隐隐作痛了2天，又不好意思去找医生看，一脚他对魏无羡的形象就扎了根。4个大男人在厨房忙活，蓝忘机被拉着在客厅说话。自家妈说要疼魏无羡，要让着他，他还小。藏色让蓝忘机别惯着，魏无羡就是上房揭瓦的，千万别让他得寸进尺。简单的弄了个中饭，蓝忘机本来要去叫魏无羡吃饭，却被藏色制止了。别叫他吃饭了，让他好好睡会，这半个多月高强度训练肯定累坏了，晚上还要守夜呢，怕他扛不住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，面不改色，心里却因为藏色的话有些愧疚，不应该让魏无羡睡地上，可也不愿意抱他上床。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急。这句假的。蓝忘机被蓝夫人赶上了楼陪魏无羡，魏无羡没醒也不需要他陪，他就坐在一旁看起了书。谁知道魏无羡就算睡得死，却还是改不了他睡觉乱动的毛病。他睡在床和墙中间的一小块地方，1米8几，活像是被卡在那，缩成小小的一团，看起来格外的可怜。打住，蓝忘机不要被现在的表象骗了。新婚夜他怎么踹人的你别忘了。